最近這20年來台灣婦女增加最多癌症就一個乳癌，一個子宮內膜癌。不要以為停經後就不會得癌症，內膜癌、卵巢癌在停經後都是增加的。覺得自己胖的大部分裡面都裝瘤了。毫無警覺性的人說怎麼可能是我？我說就是應該你毫无警覺性啊。碰到女性的子宮肌瘤等等妇科問題，主流的建議大概就是乾脆把子宮拿掉。你的觀察是什麼？西方醫學教我們說子宮切除是一勞永逸啊。過了幾年，我發現子宮切除、卵巢不切除，更年期提早2年，4年之後卵巢衰竭的幾率暴增1倍以上。子宮切除、卵巢沒切除，我們認為荷爾蒙沒影響嘛，就他們的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中風、憂鬱症、骨質疏鬆症全部上升。子宮的良性疾病是有期徒刑啊，子宮肌瘤、子宮肌腺症、內膜異位，更年期後他就沒有這個病了。那我們針對有期徒刑呢，把他判死刑，這不合理嘛？怎麼樣可以鼓勵年輕人多生？我是蠻鼓勵的，一直在追求成就女生說只要先生，不要先生，什麼意思呢？您現在看到的是精華版，若要看到完整版，請點擊資訊欄的專屬連結，加入官方 LINE。嗨，大家好，我是宋彥仁宋醫師，歡迎來到初日會客室。那我們上一次為您邀訪的呢是鄭成杰鄭醫師，今天我們要再度邀訪他。鄭醫師，謝謝你，歡迎你再到我們節目來。謝謝，非常高興，我很高興說大家這麼喜歡我講的內容。最近又聽到一個名詞，更年期前期，30歲很多女生就覺得說突然變老了，變胖，掉頭髮，皮膚變差，情緒不好，睡眠不好。請這個鄭醫師給我們解惑一下，更年期前期到底怎麼個定義？那有沒有什麼樣的指標跟症狀可以描述這樣的狀態？更年期定義是從有生育能力過渡到沒有生育能力過程，可是這中間呢，30幾歲已經緩步在下降。那這個緩緩的坡呢，我們把它稱為更年前期，我覺得有15年左右。15年左右就大概35歲就開始了。有人晚一點，可能38歲、40歲，有人可能30出頭就已經開始了。他就覺得說奇怪，為什麼我的月經週期本來28天，現在為什麼變成27？他為什麼不往上增加呢？那我本來都來5天，現在怎麼來4天呢？然後我的量本來用這麼多衛生棉，怎麼又每個月都少了好幾片？接下來又發現說，月經前好像會有一點微量出血，或者月經後又拖拖拉拉。假設發現說，你並沒有長什麼息肉、肌瘤，沒有內膜增生，什麼都沒有，一些正常會想說你的荷爾蒙不穩定了。月經之前的微量出血可能黄體素不是很夠，月經後的出血可能雌激素不太穩定，也許你比較慢一點，將近40才開始出現這些症狀，也許30出頭就開始，但是終究會等到你了。那每次有人告訴我這些症狀，我說我知道。你不要緊張，超音波檢查完全沒有東西，你純粹是年紀的問題。他說我老了啊，我說沒關係，每一天都在老。我跟你講話講半天，我們已經各老了3分鐘了，好不好？今天跟昨天比，已經老了1天了，不是每年才老1年而已啊，每1分鐘都在老了，習慣就好了。我知道你最近在準備一個課程，可不可以麻煩你介紹一下大概的內容會是什麼？課程呢，這主題叫做子宮養好，女人不老。你婦科保健做得好呢，你的很多荷爾蒙的狀態會比較正常，看起來就比較不老。那心態上當然會感覺比較好，那就更加的不老。主要內容從月經的變化，還有一些疾病，還有更年前期的變化，更年期的變化，良性腫瘤、惡性腫瘤，還有生育的問題，很多高齡懷孕要怎麼準備的問題，通通在這個課程裡面會有詳細的說明。好極了，我覺得以鄭醫師的學養，你一講就是以非常深邃的一個學問在背後做支撐，所以我們非常期待這堂課能夠給更多的女性朋友幫忙。子宮養好，女人不老。如果遇到月經不太準，然後開始體重變胖，這種更年前期的症狀的問題的時候，就您的經驗，哪一些生活上的調整可以幫助女性對於身體的改變？很多30幾歲的女生來的抱怨就是說她肚子變大，所以像這種小腹變胖，它跟一般的肥胖，就您的理解有什麼不一樣？針對小腹婆的問題大部分人確實是在35、40以後比較多見的，就肚子開始慢慢起來。40幾歲就更明顯的，就是什麼地方都不胖，就光是胖這裡。一個是雌激素的下降，造成脂肪的重分配；一個是代謝率的下降，因為年齡會讓代謝率一直慢慢下降嘛。另外就是胰島素，它的敏感度可能也是下降，所以也容易讓熱量囤積起來。因素可能有很多了。有一件事情很有趣，覺得自己胖的大部分裡面都裝瘤了，覺得自己長瘤大部分都只是變胖而已。我們只看8、9不離10，因為有警覺性的人
不太會得癌症。毫無警覺性的人說怎麼可能是我？我說就是應該你，為什麼？你毫無警覺性啊，他不會去注意啊。回頭來看這些問題，就是說他們的代謝問題學宋醫師的教法蛇肉菜換果倒背如流，因為我就是這樣吃的，所以我想原則其實跟一般的肥胖沒有差異，但是做法可能就有一些改變。女性荷爾蒙的變化比男生的荷爾蒙變化真的是明顯的太多。我認為荷爾蒙其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對，我們當然不贊成這時候去補充荷爾蒙，因為它還沒有真正停經。我們補充荷爾蒙常常會讓卵巢加速的萎縮。對，所以這時候我們鼓勵的是食物可以多吃一些含有雌激素的食物，尤其是山藥或者是豆漿、豆渣更好，含的植物性荷尔蒙比豆漿還要更多，或者木薯芽，這東西可以多吃一些，但是你也不用期望它效果多好，因為它畢竟就是食物嘛。那真的需要的時候才開始考慮使用保健食品，裡面有一些也是植物性的荷爾蒙。但如果你有子宮肌瘤、子宮肌腺症、子宮內膜異位症，可能就又不是很適合，那用食物就好了。因為食物它畢竟是相對安全。至於西藥、中藥，它相對更強，我就更不贊成了。尤其還有一個就是蜂王乳，我發現蜂王乳的力道也蠻強的，我也覺得不太適合。所以你必須去找醫師或者中醫師，不要自己很悶着頭說補充這個，我就自己補充一堆，發現糟了，我原來的病又多出一個問題出來了，这不好了。不止蜂王乳，還有碰到去打胎盤素啊，那个也是麻煩，那個是更麻煩，那更麻煩。所以有一些臨床的檢驗的數據範圍蠻大的，對，就臨床的數據來看，覺得很難判斷。像您的經驗，我們是用症狀來做診斷好呢，還是說有一些臨床的指標可以很確定的來指出，這叫做更年前期？我常常說一句話，就是說日子是你在過的，不是實驗室在過的，所以以你的症狀為重要。因為這個範圍叫正常值，通常是我們意思是95%的人可能在這個範圍內，小於5%的跟高於95%的，我們都認為異常。可是異常的人，他可能是異常的聰明啊，不是異常的不好了，你知道意思嗎？那有些人他的正常值就是偏高，有的正常值他就是偏低，所以我常說看曲線最準確，像 FSH。LH 叫做粒泡形成刺激素或者黄體形成刺激素，一般20歲十幾歲的 FSH 一定幾乎都小於10，到10到20的時候，不孕症醫師已經跟他說，你快了哦，趕快哦，再剩下沒幾年了，你的卵巢在萎縮中了，不孕症醫生叫你緊張的。那20以上會說，哇，糟糕了，走得更近了。20到40告訴你說，快要更年期了，甚至30幾、40幾，有些人已經更年期，到40以後，很多人都說就已經停經了，沒了。再也都沒有來了，那就是進入更年期。所以從小於10到10到20， 20到40， 40以後，每一段都有不同的意義。可是你看它是什麼時候抽的？那如果是 AMH 卵子庫存量，它不受月經期影響，它什麼時候抽都是那個數字，就會知道說你生育能力庫存還有多少卵子。這個跟剛才荷爾蒙又不太一樣，它不代表品質，只代表數量而已所以也給試管嬰兒醫生用來參考，說它到底可以取到幾顆卵，可以預測。那我們會看它 AMH 一直降，會跟他說其實你已經沒有庫存了，對，庫存不多了我們正常是2到5或者2到6之間如果我們看到一個人才35歲，已經剩下1點幾的或者0點幾，知道說麻煩大了。那有些剩下0.0幾的，跟他說哇，最後一絲希望了。很多試管醫生看到這病人說這最好不要來找我好累這個成功率太低了。那個女性荷爾蒙 E2 十二醇它也是range 很大，有些醫院它定35到350。很多人問我說怎麼差距可以幅度這麼大？對我說因為它排一顆卵就可以上200了，因為排1-2顆卵就加400上去了。你如果剛好在排卵期，它會剛好高起來，那其他時候要更好低下來。但如果低到20以下，一般都會認為說，有問題哦，你要查看荷爾蒙為什麼會這麼低哦，是卵巢功能低下了，還是其實你進入更年期了，還是你用什麼藥物抑制它？這都是我們臨床上要判斷的。我想要跟您再談一個子宮內膜癌了，在最近幾年感覺有點增加的趨勢，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可以事先察覺的跡象？最近這20年來台灣婦女增加最多癌症就一個乳癌，一個子宮內膜癌。那乳癌大家比較容易熟悉，畢竟我們在體外容易看見。內膜很多人搞不清楚，我說內膜就是子宮腔的表面，就是排月經的地方，也是我們在娘胎裡面我們住的房子的那個外面那一層皮。以前教科書都會寫說，停經後出血請考慮第一個先想到子宮內膜癌，沒有錯。但停經後出血最常見的是子宮內膜萎縮，這是醫師國考的考題的最常見60%是內膜萎縮，但1/10是子宮內膜癌停經後的出血。可是內膜癌都在停經後嗎？不見得，有一半是在停經之前，一部分在更年期，還有10%是40歲以前。
就子宮內膜癌。我曾經碰過一個我終身難忘的案例，是27歲的女生，她在某大醫院發現有一個子宮內膜息肉，月經後拖拖拉拉，微量出血，拿下來子宮內膜癌，那醫生就要把子宮割掉。我說不行啊，你27歲都還沒男朋友嘛？他說都還沒有。我說不，你就不能割掉，也不用割掉，你這個可以用黄體素治療，半年後你就好了。第一期 A 細胞分化良好，可以用荷爾蒙療法。半年後我說已經好了，現在刮下來完全正常了，趕快去交男朋友。但是結不結婚不重要，就一定至少要趕快生，因為懷孕會改善這個病，它是女性荷爾蒙刺激造成的。懷孕因為黃體素長期10個月的黃體素嘛，會抑制這個，她身材也瘦瘦的，她不是典型的那種子宮內膜癌，都是胖胖的，沒有生過小孩的，佔了大量。我們內膜癌大幅增加的一個很大因素，一個是肥胖，跟肥胖非常有關係。第二個是那個沒有生育，所以如果我們看到一個女生40幾歲、50幾歲，胖胖的走進來，出血量很大，然後說都沒有生過，除了想到子宮肌瘤那些良性病之外，趕快想到內膜癌，就是不能忘記說她停經前也有可能內膜癌。所以說她的症狀什麼？症狀第一個是停經後出血，第二個出血是亂經，很亂的出血，那也是，或者量突然變得不對。變大了，那不該出血的時候出血，像這個都是。那像剛才講的那個，他的症狀就比較不容易查到，他是只是個長個息肉，那他就這樣微量出血，居然答案是內膜癌。所以這種罕見的案例我也是碰到過。那最年輕20幾歲而已，在歐美是5%，台灣大概10%是40歲以下，我們的年齡層有比他們低，但是40幾歲、50幾歲會是佔大量，所以不要以為停經後就不會得癌症，不會，內膜癌、卵巢癌在停經後都是增加的。都是增加，都反而比停經之前還要多。所以停經後的異常出血一定要注意就對了。对，OK。子宮內膜癌是容易早期發現的，因為停經後出血幾乎都會就醫。這一票人大部分來都第一期 A 比較多，反而最容易誤掉是什麼人？就更年期那一組人，因為他想說我不是亂經嗎？就是更年期啊，45啊，48啊，50啊，就沒想到更年期也可以產生內膜癌啊。就剛剛好，我碰到過好幾位是這樣的，他說完全失策，他想說就更年期沒關係啊，就擺着啊。其實他也看過好幾個醫生，沒有人去想到，來就找我已經第2期了。所以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剛剛您提到說子宮拿掉，碰到女性的子宮肌瘤等等婦科問題，主流的建議大概就是乾脆把子宮拿掉。那我知道您其實一直對於這個有不同的看法，可不可以解釋一下您對於這個看法有沒有什麼科學的根據，以及您的觀察是什麼？因為我專長做婦科腫瘤癌症，所以我一直在切子宮，一直切子宮。我目前開了26000台手術裡面子宮切除絕對超過5000台以上。西方醫學教我們說是一勞永逸啊。這種沒有錯。如果他不生育以後，把子宮切掉以後，他以後不會再長子宮肌瘤，也不會有巨腺症，也不會有內膜增生、內膜癌，甚至子宮頸癌拿掉也不會子宮頸癌，是沒有錯啊。曾經有一次我在醫學會演講完以後，一個前輩跑來跟我說：“鄭醫師，你說這個子宮切除，卵巢不切除就不會造成這個更年期問題，荷爾蒙不影響。”可是我碰過一些人，他子宮切除，卵巢也沒切除啊，可是來找我發熱、冒汗、心悸、失眠，一大堆問題都跟更年期症狀一模一樣。我那時候剛開主治醫師第1年啊，經驗不足，我跟他說應該不會吧。過了幾年，我發現我碰到越來越多，一查文獻，子宮切除、卵巢不切除，更年期提早2年，最少2年。平均2-3年，甚至有一個研究說，卵巢不切除，切除子宮，在4年之後，整個卵巢衰竭的幾率比那個沒有切除子宮的暴增1倍以上。顯然，我們把那個血管切斷了是有影響吧？卵巢那個動脈啊，跟子宮之間被我們切斷了，那個血液供應對卵巢的供應是變差了嘛，所以它在慢慢的萎縮。他也沒辦法求救了，因為你已經把它切斷了。這一點中醫就很喜歡我的看法，就是說器官是環環相扣的，不是你切斷這邊對鄰居沒有影響，鄰居說有啊，你在隔壁蓋房子地基打一打，我這邊也在震動，你都不知道，我隔壁抗議啊，但是他無聲的抗議，他就用這個抗議告訴你說沒辦法，我的功能就開始提早衰退。那後來更嚴重的是，公共衛生界跟護理界，他們關心婦女的那個健康照顧的人，發現這些人子宮切除，卵巢沒切除我們認為荷爾蒙沒影響就他們的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中風、憂鬱症、骨質疏鬆症全部上升。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他沒有來找我們，他去找那個內科啦，他去找心臟血管科，他去找內分泌科，他沒有找我們啦。那我們也不知道是他切除子宮造成的啦，當然不是每個都是這樣造成的，不是的，但那個比例算起來就是發現說很明顯差異，我才開始一直想說啊，
我們真的需要把子宮一定要把它切除嗎？它又不是癌症。我剛剛講的那個內膜癌，它是癌症，我都幫它保留了哦。那現在我們對於那個肌瘤、腺瘤，它不是癌症，我們要把它割掉，只因為它已經不再生育了。實際上切子宮切完以後，它的 FSH 也上升，AMH 也下降，卵巢沒拿掉。這個也是有數據明白證明說它的那個功能整個都影響了，所以我常講一句話說我們人生有很多病，像高血壓、高血脂、一大堆病，糖尿病都是無期徒刑啊。但是子宮的良性疾病是有期徒刑啊，它時間到更年期後它就沒有這個病了，子宮肌瘤、子宮肌腺症、這個內膜異位這些都停經後就沒有這個病，當然巧克力囊腫你還要小心，停經後還有可能卵巢癌的幾率，但至少它沒有原來的這個病，這些都是有期徒刑。那我們針對有期徒刑呢，把它判死刑，這不合理嘛？對對不對？我就跟很多婦女朋友說，我為什麼支持說我們不要把器官切除？我們以為很單純，好意去切子宮救一個婦女的生活，改善生活品質，沒料到它產生的新的生活品質問題，你並不知道。這都是我們醫界必須要去面對，不是只有說割掉就好了。所以我才說，我們的醫學治療始終以內科不侵襲人體的當第一線，外科療法應該當做第二線。30-40年來，我教學生都說，如果能夠喝水、睡覺就會好的，不要吃藥；如果吃藥最好的，不要打針；打針最好的，不要開刀。開刀可以保留，盡量保留，必須切掉才能救你的命的，趕快切掉。從非侵襲人體的一直到侵襲人體的侵襲人體是不得已的事情，但是如果該做，那就只有那個時候再做。可是我覺得真的救命的刀其實佔了少數，改善生活品質的刀比較多，那些就是可以有商量餘地的。以前前輩這樣教就對嘛，當時立場是對的，那現在看覺得當時是過度了，所以我們現在都能夠保守就盡量保守。我想最後鄭醫師給一些女性的建議，能夠幫助大家更能夠從容的面對我們從35歲以後開始所謂更年前期的生活。第一個就是心理上一定要知道說，我們人本來就一直天天都在老，只是到了停經前的10幾年開始老化加速，到了更年期的時候更加速而已。對於保健方面，我會覺得說，第一個就是運動一定要有，而且是有效的運動，有氧運動跟重量訓練可能都會是需要的。那再來就是飲食從食物上可以去多攝取剛才說過的一些含大量的這個植物性荷爾蒙的食物是相對安全的。很多人都說這會不會造成什麼？我說不會，那個量很少。你知道一顆保健品60毫克的植物性荷爾蒙，一天要喝1萬多 cc 的豆漿才有，哪有人一天喝那麼多的？不會的，山藥可能會含量不少。可是請問你會每天吃1斤的山藥嗎？不太可能。你說一兩個禮拜吃一次就覺得說，對，有時候1個月才吃一次。哪有天天叫我吃這一道菜呢？食物要讓你過量是不容易的，反而那些保健品的量反而是要小心。那所以說，我覺得啦，在這個35歲以後或者40歲以後，你面對更年期即將來臨就是健康的心態去迎接它，配合它的節奏，這本來就是人生的一部分。那一有發現問題，覺得說，已經2-3個月都這樣的，這跟以前不一樣啊，去看醫生。這時候來找我就對，就不要找你了。我看，是正常還是不正常？正常的你放心繼續過你的好日子，不正常發現你有長什麼東西，我趕快幫你處理。我覺得運動、飲食真的是治百病，規律生活其實是最好的預備的方式了。对，好了，又到我們這個精彩的快問快答環節了。生小孩會傷身體嗎？利多於弊。我們剛剛說過，像內膜癌、卵巢癌、乳癌這些都生育跟不生育是有關的，都有相關性的。生育对你的健康是有幫助的，因為構造上本來就這樣子。所以你是個催生大師。男性婦產科醫師像你，真的能夠理解女性嗎？你必須傾聽女生的聲音，很多女醫師也不見得能夠理解那些女病人。你只要能傾聽病人的聲音，性別大概不會影響。OK， 為什麼現在更年期的平均年紀漸漸延後？我想跟營養保健文明的進步有關係啦，全球大概都是這樣。所以以前平均50歲，現在比較往後了。我剛開始當醫生的時候，就40年前平均47歲。OK。私密處整形會影響性功能嗎？私密處整形應該是改善性生活，它有好的影響。要怎麼樣來提高卵子的品質呢？正常作息，那不要抽菸，要有足夠適當的運動，還有可以補充某些營養品，對於卵子的生成特別有幫助。比方說肌醇啦、維他命 B 群啦、維他命 D3、維他命 E 啦。作為女性很怕變老怎麼辦？這主要心態啦，因為如果你很怕變老，就只有快點死掉嘛，早一點死掉。它就不會變老嘛，對不對？ Okay. 是不是這樣？這個選項是不絕不考慮吧？對，所以剩下就是面對它，
處理它，接受它嘛。聖嚴法師說的嘛。所以我們處理它的方式，就你剛才講的，生活作息要回歸正常。對。計算月經的安全期有效嗎？安全期很多人是用來避孕的啦哈，但是也可以用來求孕啦。應該怎麼回答？就是說，如果你正確使用，它是有效的。這可惜我們多數人他的數學不太好，不過沒關係，現在有一個 APP， 準確度就會相對拉高。備孕有必要嗎？有必要，非常有必要。比方說葉酸，葉酸本身在懷孕前2-3個月開始吃的話，還有懷孕初期吃的話，它可以減少胎兒的神經管缺陷，這就是備孕的概念。還有就是說，有些人他有不好的習慣，比方說抽菸的啦、酗酒的啦，他要先戒掉，或者是作息很亂的，他要先戒掉以後，他懷孕率會拉高，卵子的品質會更好。男生也一樣，他的精蟲品質也要更好，所以說也應該是要配合老婆一起備孕。減重跟備孕的關係是什麼？其實減重跟增重都跟備孕有關係。我們有病人輕到實在是月經都亂掉了，很多荷爾蒙在皮下脂肪轉換嘛，你不增加體重，皮下脂肪不足，你的周期不正常，根本不會好好排卵了。所以我們定18.5到24哦，不是沒有道理的。那胖到尤其是已經27以上的這些人也是荷爾蒙一片混亂。剛剛你提到很多保健品啊，有哪一些保健品你會推薦給女性朋友？一個是私密處的益生菌益生菌，我是蠻鼓勵大家用的啦。有一個甚至是我人頭像在上面的那個，我推薦的那一個，我聽很多人告訴我說相當好，就是吃起来霉菌感染、細菌感染都變得少，尿尿也不容易感染。第二個含有偏向植物性荷爾蒙的，對中年女性通常都是有幫助的。不要去亂吃什麼鹿胎盤啊，好多人在吃，還蜂王乳，那個量有可能讓你 over。其實有不少長期吃增加子宮內膜癌。我覺得你剛剛提到鹿胎盤、胎盤素這種東西，蜂王乳，這個大概是很多人的誤區啦。很多人覺得說，那個吃起來有感是因為它濃度高，對不對？它裡面是真的有一些有藥性的東西。好，講到你這個催生大師，怎麼樣可以鼓勵年輕人多生？我覺得目前台灣已經很難救。最好的方法是0到18歲國家養，財政負擔很困難，但是這個可能最有效。所以我鼓勵一些一直在追求成就的女生說，你要記得我一句話，只要先生，不要先生。什麼意思呢？只愛先生啦，不免先生啦，只要先生一個小孩就好，不一定要老公啦。所以我的思想是很先進的，我就預料到未來可能很多人他並不走入婚姻，鼓勵他說，在你追求成就之前，先生了一個你就保本了，之後要不要生第二個，那再說吧。最後一個題目就是說，年輕女性最常見的不良習慣會是什麼？我比較不能接受就是酗酒跟抽菸。現在女生怎麼越來越多，影響她的健康，也影響她的生育。菸跟酒，它永遠都是對身體沒有好處的。對，而且被聯合國認定就是致癌物質。致癌物質。非常高興再度聽到您這麼精彩的分享，希望下一次我們再換個題目，請您再來一次。是，謝謝，感謝。